天之道，利而不害。公元前2000年，最后一只猛犸象轰然倒下。这个在地球上延续了460万年的庞大物种，消失在人类崛起的背影中。相比地球46亿年漫长演化进程，似乎一瞬间的人类文明，展示出了强大的征服者的力量。生物物种接连消逝，人类渐渐醒悟，每一个生命都有非凡独特的魅力，每一个生命都有生存繁衍的权利。地球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家园。北京南海子公园深藏一座独特的墓地。参观者来此凭吊的不是逝去的人类成员，而是地球上曾经生存过的生物伙伴。你们听说过多米诺骨牌吗？一个倒下，然后后边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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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倒了。哎，你们看，这都是倒着的。20年前，放弃经商，专门从事自然保护科普教育的郭庚，倡议修建了世界灭绝动物墓地，以直击人心的方式，讲述生物生存和毁灭的故事。灭绝本来是自然规律，在地质时期，鸟类300年才灭绝一种，兽类8000年才灭绝一种。今天的灭绝速率要比自然的速率要快1000倍以上。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这样记载：人类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0.01%，造成83%的野生哺乳动物和50%的植物灭绝。工业文明后，地球正经历着第6次生物大灭绝，速度比前5次更加迅猛。人类并非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超级物种，人类也是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份子。自然法则警示人类，无节制的征服和索取，终将难逃坍塌和毁灭的命运。Distinguished delegates have said that this is an historical moment.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被称为人类自我救赎的地球峰会。6月11日，中国代表团和150多个国家共同签署了此次会议最重要的文件之一《生物多样性公约》。公约序言中确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全人类的共同关切事项。人类第一次缔结共同契约，尊重和保护地球上不同形态的生命。我们有责任保护我们本国的环境，而且有责任为全球的环境保护做出我们的贡献。1992年，在现代化道路上奋力前行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踏上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路。2年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第1部自然保护区专门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继出台。5年后，中国陆续启动天然林保护、
退耕还林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7年后，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工程正式开启。云南海拔从76米到6700米，是公认的全球生物多样性重要类群分布最为集中的关键地区。这里拥有的高等植物和原生脊椎动物类型占全中国1半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动植物王国。吴正义先生在1942年到52年，利用10年寒窗的时间把它做下来，就为了搞清中国植物的种类。这些颜色古旧、摆放整齐的卡片，绘制者是中国植物学家吴正义院士。即便是战火纷飞的年代，吴正义仍静静地在标本室的煤油灯下一笔一笔勾勒着、标注着。3万多张卡片，几乎记录了所有中国植物的名称、样貌和特点。依托吴正义院士的这些卡片，80余家科研教学单位的312位作者和164位绘图人员，历经45年编撰完成了世界上最大型、种类最丰富、长达5000多万字的植物学巨著《中国植物志》。2007年，在吴正义院士的推动下，中国重大科学工程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在云南昆明建成。吴正义院士临终前嘱托学生，种质资源库要面向全国，造福全人类，让所有有用植物大放异彩。所以他觉得一定要抢救性的保护这样的一些种子资源，为我们的持续发展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相应的基因，来支撑我们的未来的发展。这份是新安柳的种子已经清理好了，通过 X 光照片发现这份种子只有1粒受损，那么它的饱满率在95%，符合了我们的要求，之后就可以入库了。这座有8个足球场大小的宏伟建筑物，深藏超过36000份中国野生植物种子，并备份来自世界22个国家近700份植物种子。理论上来讲，这些种子放在咱们这个冷库里面可以保存上千年，这就是咱们植物的一个诺亚方舟了。好了，放好。今天，人类多保留一份生物种质，就是给未来多留存一份希望。在北京，中国国家作物种质库长期保存着52万份种质资源，包括国内已经发现的所有的农作物种子，以及这些农作物野生近亲种子，保存作物种质资源数量位列世界第一。在呼和浩特，中国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中储存着1.2万份乡土植物种质资源，10万份植物标本和140万份土壤样本，为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修复、草木业发展提供着充足的种质资源。在烟台，中国建成全世界首个小麦进饱和突变基因库。进饱和意味几乎穷尽小麦变异的所有可能。在人类最古老的农作物中，中国实现了最深刻的认知。每一个物种基因都是在不同生态条件下经过成千上万年演变形成。中国各地一座座种质基因库，共同守护着人类梦想，
浓缩自然的神奇，延续生命的美丽。在野外的时候，眼睛会到处去找，一旦看到了，就跟找到宝贝一样，这个很兴奋的。野生稻就是杂草，一株杂草都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就是指的野生稻。荒野里自由生长，却孕育出复杂多样的基因，这让野生稻拥有了改良种植水稻的超凡能力。但随着人类耕作区域不断扩张，从20世纪80年代起，野生稻自然居群急剧减少，面临灭绝危险，被称为植物中的大熊猫。20多年来，杨庆门一直带着研究小组在野外追寻，定位出全国所有野生稻居群的精准信息，为尽可能保护野生稻的基因不被种植水稻所影响。一片野生稻需要规划出安全区域进行原生境保护。这个保护点呢，是受到我们当地政府和村民的大力支持，因为在这个野生稻100米范围之内，不允许有水稻的出现。开花时的串粉，这里100多亩田不种水稻，在这边。15000年前，人类种植水稻就起源于中国的湖南。如今这里的人们退让出延续1000年耕种的土地，拉起围栏，竖起警示，只为保护好这片野生稻。通过建立信息库的形式，向全国发布这个利用野生稻的专家能够了解我们这些资源，使得这些资源能够被利用。分布在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海南7省区的23个极度濒危的野生稻居群，同样被列入中国生物资源维护计划，为水稻和人类的下一次互动留足了想象空间。2020年11月2日，湖南衡阳青竹村一则新闻震撼了世界：水稻双季测产达到亩产1530.76公斤，再次刷新世界纪录。这一年，中国稻谷产量4237亿斤，为14亿人守护着粮食安全底线，给繁复多样的野生物种以足够的生存空间，也是给人类自身留下生存空间。流淌1000年的赤水河，带着云贵高原酱香美酒独有的醇香，一路奔流500公里，汇入长江。枕水而居，捕鱼为生，是两岸居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但上世纪末期，无节制的捕捞让这里的人们陷入窘迫。挨到河边就靠这个岛鱼为生，这个鱼是越捕越少。赤水河的窘迫，也是整个长江流域的窘迫。长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生活着4300多种水生生物，其中170种为长江特有。流淌了1万年的长江，刚刚跨过人类第2个1000年纪元，流域生物完整性指数就几乎到了最差的无语等级。生态系统濒临崩溃。87岁高龄的曹文轩院士，从1955年就扎根在长江边，亲身经历了长江流域鱼类资源的由盛转衰，也亲眼目睹了长江白鳍豚的从有到无。白鳍豚的食物是鱼，鱼少了它食物也少了的。再加上那个捕捞，特别是那个电捕啊、滚钩啊，
不把它取缔的话，那没办法，这就已经完了。痛心于长江物种危机，曹文轩院士2006年提出主张，推行长江流域全面休渔禁渔。但挡在禁字前面的，是沿江渔民世代维系的生计。做报告都说应该修，当然有很多具体困难啊。光靠渔业部门，他们也没办法修的啊。毕竟还有10几万这个渔民呢。2012年，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战略总体布局，美丽中国这一极具诗意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大众面前。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7年1月1日，一则关于赤水河流域全面禁渔的通告，按下了长江流域禁渔的启动键。渔民上岸就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补偿，没事的时候就过来大家互的管一下这个生态这个河。这是赤水河禁渔的第3个年头。曹文轩院士会定期派年轻的研究人员来到赤水河，实地监测鱼类种群变化。陪在研究人员身边的是变换了身份的昔日渔民。我们今天这个收了3个大的这个定制刺网，见到了比较多的这个长吻维，就是俗称的江团。并且这么大的这个在往年是比较少见的。钓鱼的，现在只能用1竿1线1钩哦。从局部试点到全流域保护，决策力度连上台阶。2021年1月1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历史性一幕正式拉开。长江这条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全流域正式进入10年禁渔期。长江禁渔第1年，超过11万艘渔船停驶，近28万渔民上岸。这背后的付出，是国家财政补偿超过200亿元。10年休渔，它的意义不光是保护几条鱼的问题，真是保护这个生态，保护这个生态系统。我这今年87了，10年之余我可能等看不到了。10年，是令生命敬畏的时间长度，但10年却是3代野生鱼类的繁衍周期。10年以后，重新丰沛的鱼群将滋补整个流域生态系统，长江将拥有更加生动的未来。发生在长江流域的禁渔故事，是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历程的缩影。每实施一项保护工程，都要在眼前和未来之间做出抉择。人类该如何对待其他生命物种？这不是一道多选题。尊重并守护每一个生命物种，这是大自然给出的唯一答案。相比麻醉装车运输的话，它是一个清醒的状态在车里面，那么我们运输起来就很安全。一定要把这个通道做好，不要有缝，不要有死角。
饲养员程志斌和同事搭建的这条封闭通道，是为了让北京麋鹿院的11头麋鹿能自愿上车。这些带着定位装置的麋鹿将被送往南方进行野化放养。世界珍稀动物麋鹿又名四不像，是原产于中国的特有物种。100多年前因战乱等原因，最后一个麋鹿种群在中国消失。1985年，英国将20头麋鹿送还中国。北京、江苏和湖北等地先后划立保护区域，进行野化放养。麋鹿种群数量不断回升，目前麋鹿种群数量已突破8000头。撒点食物，让它能看见胡萝卜。1、2，走嘞！1、2，走。这边呢，来那么两个人，给一定的压力之后，还有一个挡板需要推一下，可以推着它。它看不见的话，一般不会撞。这么就直接就给它推到车上去。程志斌这次跟车前往的目的地是湖南洞庭湖，那里有超过200头的野生麋鹿种群。这11头麋鹿将野化放养融入这个种群。水箱已经下去一大半了，2到3堆的粪球成团成粒的那种，很新鲜，很健康。车厢内的胡萝卜已经全部被吃没了，一个是补充营养，第二个是它含的水分比较大。胡萝卜也是它最喜爱吃的。咱们现在路还好，都到了，挺好的。好，我们这边围栏这边也都准备好了。咱们现在开始了。开始吧，先把车倒过来。当地麋鹿救护中心搭建了临时围栏，迎接远道而来的新成员。为优化洞庭湖这群野生麋鹿基因，近几年救助中心先后从湖北、江苏引进过麋鹿。可以说，在洞庭湖已经汇聚了中国3大麋鹿群体。这样的话，他们个体之间的这种交流，这种遗传方面的交流，可以说能够使洞庭湖的这个麋鹿种群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壮大。他们能够从半散换种群，然后回归这么美丽的地方，就是这么美丽的湿地，他们应该会很高兴，他们自己应该会跑得很欢快。自然赋予了生命延续法则，物种个体数量越多，遗传基因变异的可能性就越大，遗传多样性就越丰富。曾经濒危即将灭绝的麋鹿，在他们祖先诞生的土地上，重新获得了物种延续的尊严和自信。近30年来，中国先后实施濒危物种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系列专项保护行动，建立250处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基地，促进了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的恢复与增长。
在中国，丹顶鹤被称作仙鹤。为了让这些小丹顶鹤长大后能经受住1年2次长途迁徙的考验，它们每天都要接受野化驯飞。至今，扎龙自然保护区已有300多只丹顶鹤放归自然。普氏野马是世界仅存的唯一的野生马种。从国外引进的普氏野马回到自己的家乡，在这个世界最大的野马基地进行繁育驯化，先后已有240匹普氏野马回归了大自然。朱鹮，地球上最古老的鸟类之一，曾经面临灭绝。科研人员坚持人工孵化、野外放养。目前在中国自然环境生存的朱鹮已经有7000多只。不单单在陕西、浙江、河南安家，朱鹮还漂洋过海，在日本、韩国安家落户。在地球上生存了800万年的大熊猫，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一度濒危，被珍视为国宝。几十年来，圈养野化，放归野外，复壮野外种群。中国建立67处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达到了1800多只，受威胁程度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大熊猫的降级，印证的是中国野生物种生存环境的升级。让野生物种回归自然，是最长久的守护。一个个濒危野生物种，个体数量正在回升，物种群落正在升级。从曾经的濒临灭绝到如今的生生不息，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版本。深圳观音山脚下，一座形似梯田、面积达11.6万平方米的宏大建筑前，几尊巨大的猛犸象雕塑，铭记着生命逝去的悲怆与苍凉。这座2016年建成并矗立在中国经济科技最活跃地区的基因库，被冠以国家之名，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基因库。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如果能够把基因保存下来，也就意味着我们把生物多样性、把生命要保存下来了。这里已建成的生物活体库，可以保存几十万种植物、上百万种动物、近1000万种微生物的活体资源。这座基因库还能以数字形式储存超过65 PB， 相当于1.28亿部电影的一切可知可获得的生命基因数据。所有的保存，都是在共同守护大自然赋予的生物多样性。